大家好，我是龚明敏，又见面了。前几期我们已经过了一遍各种类型的航天引擎，作为本系列的最后一期，不再介绍新引擎了，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特别不一样的航天器。首先来看这个东西，这是个什么口红？什么色号？不，这是英国的第一个轨道级火箭黑箭。60年代中期，美苏争霸正酣，英国自己搞了一个长得像口红的火箭，成功发射进入轨道。但英国议会认为成本方面没有优势，取消了航天计划。英国也因此成为目前唯一一个拥有但放弃了轨道发射能力的航天实体。再来看看 SpaceX 的猎鹰火箭，说它奇葩吗？当然啊，它创下过好多个第一。第一个私人公司进入轨道的液态火箭，第一个发射后能回收复用的火箭，火箭引擎也是寿命最长的之一。猎鹰系列把模块化设计用到极致，以降低成本、缩短开发时间、提高可靠性。最早轻型的猎鹰1号一级就一个梅林引擎，打算发展个中型的猎鹰5号，不是重新设计一个，而是把1级的一个引擎变成5个引擎，2级也改用同个引擎的真空版本。最后定型的猎鹰9号1级进一步增加到9个引擎，而猎鹰重型干脆就在一个猎鹰9号的左右分别绑上2个猎鹰9号1级作为助推器，模块化产生了个运载能力仅次于土星5号和能源号的超重型火箭，而且3个1级都能回收复用。这样的发射系统，除了高轨道发射价格以及载荷体积较为有限之外，在使用上都比竞争对手强得多。在不久的将来，还能看到 Starship 这样能完全复用的超重型载具，可以把发射费用降低到惊人的程度。航天航空联动系列里会有专门一期来讲复用的事情。看了成功的，再来看个悲催的，波音的 Starliner 星际航线。它本来的设计目标是可以复用的飞船。2019年年底首次发射的时候，遇到了个软件 bug， 使得轨道机动引擎提前将近11小时点火，燃料消耗过多而无法到达国际空间站，只能任务终止，直接返回。然而返回之前又发现一个软件 bug，会使服务舱和返回舱的点火顺序错乱，在两者分离的时候撞在一起。好在重返大气层之前就修好了，得以顺利返航。也就是说，这东西有2个致命 bug， 一个让它飞不上去，一个让它降不下来。那么，和发射地点佛罗里达有将近11个小时的时差，接收大量软件外包业务，技术水平奇差无比，做事情拖拖拉拉的是什么地方，都知道吧？后来 NASA 做了一遍完整的审查，发现不只有2个 bug， 而是提了80处整改意见。第二次发射是波音自掏腰包的 4.1 亿美元，发射之前需要修好这些问题，结果拖到了2021年7月才修完，偏偏赶上俄罗斯的科学号实验舱把空间站带偏的事件，继续推迟。8月初终于可以发射了，发射前一天遇到风暴，推进系统13处阀门损坏，只能把飞船从火箭上拆下来返厂维修。发射时间进一步推迟到2022年上半年。NASA 下一次去空间站已经改用 SpaceX 的龙飞船，不用星际航线了。曾经的波音能独立做火箭引擎，能参与制造多种火箭和航天飞机。现在的波音做个飞船都毛病不断， SLS 火箭也不停延期。为了省成本，找了不靠谱的外包，结果花更多的时间更多钱，还落个坏名声。那么火箭和飞船可以通过复用来延长寿命，其他轨道上的航天器呢？之前提到过的离子引擎，它的推力很小，但只要一点燃料就能用很久，常用于卫星的轨道维持。近地空间也不是真空，依然存在极其稀薄的大气。卫星与大气的摩擦以及地球引力分布不均匀，久而久之就会降低动能，所以卫星时不时需要提升一下轨道。即便离子引擎带一罐推进剂就能用几年，但总有用完的时候。于是就有人想到了，不要把稀薄的大气当作坏事，也可以废物利用啊，把稀薄的气体吸入，当作推进剂来用，这就有了吸气式离子引擎。那么如果是地球同步轨道那个高度，或者不具备有吸气能力的老卫星怎么办？那就得看 MEV-1 了。这卫星别的功能没有，就负责给其他卫星续命。它带有一些推进剂，运行到需要续命的卫星旁边，从喷嘴插入输油管，给那颗卫星加推进剂。一颗 MEV-1 可以给3颗卫星续命。卫星的推进剂箱毕竟容量小，再用个卫星去加油就是了，
更大的飞船怎么办？以后 Starship 那个体积和重量，到达近地轨道后，推进剂基本用完了，进一步飞月球和火星之前，就需要在太空把推进剂加满，就好像飞机的空中加油那样。这个太空加油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发射一艘特别的游船版本 Starship 上去，在轨道等着。这个游船版没有载荷空间，整个就是装推进剂的。再发射几艘或者反复发射几次游船与其对接，把推进剂一点一点填过去，直到加满为止。最后发射一个普通的 Starship， 从游船获得推进剂。Starship 是没有冷却设备的，在经过太阳照射面的时候，推进剂就会被加热蒸发而损失掉，所以它只能在轨道上待几天而已。如果整个加油的过程中有一次发射错过了，可能就会导致任务失败。那就有人想了，这么麻烦，平时开车没油了去当加油站就行了嘛？把这个概念搬上太空会如何？这就是 Orbit Fab 的太空加油站，它本身是个巨型存储罐，周围一圈接口，它带有太阳能的冷却系统，可以长期存放推进剂，分多次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组装起来，之后在比较长的时间范围内，一趟一趟让油船给它加油，后续其他航天器可以从它获取推进剂。看完了把地上搬到天上的，再来看看把天上搬到地上。运输机这种大块头，起飞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加速，也就是跑道要长。如果航空引擎没法提供更大的推力来缩短距离，那加个火箭引擎如何？有个更好的主意，加30个火箭引擎如何？这就是美国曾经打算用于解决伊朗人质事件的短距离起降运输机。它由洛克希德从 C-130改装而来，有8个向后的火箭引擎，用于短距离起飞；8个向前的，用来减速和在跑道上急停；8个向下的，用于快速下降的刹停；还有4个在机翼根部用来校正偏航的，以及2个在机尾底部用来防止起飞的时候擦地的。这么一改装，起降距离几乎缩短到0，非常壮观。但在试飞降落的时候，向前的火箭引擎刚开了一半，喷出的烟雾阻挡了飞行员的视线，以至于以为飞机已经着陆。不但没打开向下的引擎，还把向前的全开来减速，结果飞机速度太低，摔在跑道上挂了。这其实是50到80年代的一个常见思路，做火箭的人觉得自己有个锤子，就到处找钉子。飞机的涡轮引擎推力不够，就暴力的往上加火箭引擎。更早以前也有这样的，不过是因为已经有了高速拦截的需求，却还没搞出可靠的涡喷引擎，只能靠火箭引擎先顶着。二战末期德国的截击机 Me-163 就是以液体火箭引擎为动力，外形很呆萌，但工作时间很成问题，服役了没多久就被新出现的喷气引擎飞机取代了。最奇葩的是它的机轮是可抛弃的，起飞之后就扔掉了，降落的时候靠机腹上的滑橇接地，有发生过起飞的时候爬升太慢，被自己抛弃的机轮反弹击落的情况，还有着陆太重，推进剂箱破裂把飞行员烧伤的情况。提到火箭飞机，当然要讲传奇的 X-1了，人类第一架平飞超音速的飞机。从外观上看，它真的很不适合超音速，短胖的造型，平直翼。但记住一句话，只要推力大，板砖也能上天。它的 XLR-11 火箭引擎能稳定提供27千牛的推力，同时期的喷气引擎只有大概17千牛的推力，而且可靠性和重量都不佳。就这样 X-1 把人类带入了超音速飞行的时代。接下来就看 X-15了，可能是人类飞行史上最举足轻重的一架火箭飞机。本系列第1期我用它的图片做过示意图。X-15 凭借2个 XLR-99 火箭引擎，最高速度 6.7 马赫，高度到卡门线以上。早期 NASA 训练宇航员进行空间飞行，就是通过驾驶 X-15 来完成的，包括第一个登月的尼尔·阿姆斯特朗。在航天飞机出来之前， X-15 一直是速度最快、高度最高的有人操控飞行器。再看它的着陆，后轮不是机轮，而是一个雪橇那样的结构，也很独特。另外 X-15 需要飞得很高，在空气稀薄地方调节姿态没法靠空气动力的舵面，得靠航天器的 RCS 方法。注意它的机鼻处有几个小孔，就是 RCS 的喷射孔，所以相对来说它更像航天器，而不是飞机。火箭和飞机的2合1之中，还有个奇葩叫 X-20， 它的设计是用火箭先推到大气层外，再在大气层顶端以超高音速滑翔飞向目标。
返航的时候可以在驾驶员的操控下着陆，这种方式又被称为助推滑翔式。早在二战末期，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但技术上远超当年的水平，在战败前也仍然停留在图纸上。50年代末，美国空军立项的 X-20试图把这个东西继续做下去。后来大家的注意力转向能进轨道的航天器， X-20则缺乏一个明确目标，只能取消了。最后来看看这个奇葩，看看这是什么？航天飞机嘛，没什么。哎，那尾翼上为什么有苏联的国旗？为什么还有几个像飞机引擎的东西？这其实是苏联暴风雪号的一个原型机 OKGLI。NASA 的航天飞机轨道器有个问题，它没法在大气层内自主飞行。在早期做进场和着陆测试的时候，需要用一个大幅改装过的747运载机，把轨道器驮到天上，分离后滑翔下降。苏联已有的飞机运载能力不够，需要设计个新的巨型运输机安225，但暴风雪号等不了那么久，就先在原型机上装了4个低庞同比的涡扇引擎 AL31，对，就是后来歼10用的。这样能让暴风雪号像飞机一样，从跑道上自主起飞，到达指定高度后切断动力，进行滑翔测试。但正式版本是不可能用涡喷的，不但是死重，还需要带一个占据载荷空间1/4的燃料箱。关于暴风雪号和航天飞机的异同，以后有一期讲复用的时候会展开。前2个系列已经把航天和航空纵向解析了一遍，一般的科普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不这样。接下去还会有一整个系列关于航天航空联动的，要来一次独特的横向解析，把航天和航空的共同点拿来做一次比较、拔高、相互印证。里面还会有很多这样航天和航空交叉引用的情况。欢迎继续收看，再见。